東帝汶華人的血淚史，曾經3萬華人只剩下3000人，這裡發生了什麼？而現在為何有那麼多中國人來這裡開店做生意？本期視頻帶你探訪在東帝汶生活的華人。東帝汶這邊的華人啊，我覺得分為2類，一部分呢是很早以前就遷徙過來的華人，然後他們在這邊誕生了1代2代的子孫後代；另外一個呢就是10年前左右過來的中國人，他們呢还是中國國籍，但是呢在這邊開餐館、開酒店。而華人呢大部分集中的地方啊，也就是他們的首都帝力，這個就是帝力的街頭，目之所及就是這個樣子的。帝力的基建道路都是最近幾年才修建的，他們的基建最主要的是中国跟日本2個國家共同協助修建完成。短短關帝廟，今天關着嗎？這個寺廟啊是1936年左右澳門過來的移民者修建的。為什麼會是澳門移民者修建了這個寺廟？因為澳門當時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很可惜啊，今天我們來的時候呢，這個寺廟是關着門的，我們就不能夠進去看了。說起中國人到東帝汶這個地方啊，早之前呢要追溯到14世紀的時候，那個時候啊，比葡萄牙殖民者還要早到這個地方。當時航海技術不是那麼發達嘛，所以他們主要是靠季風和洋流來漂到這個地方。那當時這個地方有什麼東西特別吸引中國人呢？就是檀香木，當時這邊產大量的檀香木。那葡萄牙殖民者過來了之後呢，說：“哎呀，好家伙，這東西這麼賺錢啊！”於是呢，當時的華人啊，就相當於一個中層領導，起到了一個跟本地人對接，然後又幫助葡萄牙人啊做這樣檀香木的生意。看過前面視頻的朋友啊，可能会記得這個年份，這個就是印尼反華的一個年份。同時啊，1975年也是印尼佔領東帝汶的時期。當時印尼為了阻止東帝汶獨立啊，直接派軍隊进駐了這裡。當時也可以算是華人的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因為當時印尼要實行同化政策，當時在這邊的很多華人啊，財產被沒收，生意呢又受到限制，很多人啊被迫的逃離了這裡。所以呢，當時的人口啊從3萬多人驟降到3000多人，而這些華人大部分呢是前往澳大利亞。當然，在東帝汶獨立以後啊，2002年以後，很多華人啊又回遷到東帝汶。但是怎麼說呢？就是從這邊到了澳大利亞，適應了澳大利亞生活之後，我想很少華人會再回來這裡了。現在在東帝汶看到了很多，大部分中國人啊，都是新一代的中國人。他們主要是參與東帝汶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說基建的一些建設，道路啊、橋梁啊等等。另外呢，還有開辦酒店啊、餐廳啊等等。這裡除了關帝廟是華人建的之外啊，還有一所帝力中華小學，但是我並沒有找到它的位置。據說啊，它是更早，比這個關帝廟更早，是大概是1916年的或1917年的時候所建的。但是中間呢，因為印尼人的到來啊，被迫關掉，所以啊，在這裡的華人有1代華人啊都不會說華語。直到2023年的時候，這所學校呢又重建了，又開放了。我在網絡上面有看到他們的新聞，但是呢，我就是用谷歌地圖啊，沒有找到具體的位置，這個是有點可惜啊。我在這邊遇到了一個當地人，他告訴我中華學校就在那邊，就在前面的地方。Afrikada。這所學校呢，貌似是沒辦法進去，但是我剛才用攝像機看了一眼。我不確定這是不是中華學校，就是我突然間感覺華人在異國他鄉生活真的非常的艱難，要面對各種就是其他國家的一些變動，但是所有的在外的華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啊，就是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堅持，特別的不容易。你看，在這麼遙遠的地方，離中國大陸這麼遙遠的地方，還有一座關帝廟，還有華文小學。就是據1975年啊，在東帝汶的每一個省都有華文小學，大概一共有10幾所，13所左右吧。而到了1975年之後，就所剩無幾了，可能就只剩下這唯一的一所了。这跟東帝汶人民沒什麼關係啊，主要是當時印尼太壞了。
然後葡萄牙殖民者在殖民这里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温和。就是葡萄牙殖民者，他不像荷蘭殖民者就会一直会去扩张，而葡萄牙殖民者呢，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做贸易，拿檀香回去卖，其他的呢也就没有过多的去干涉这个国家。我看到里面应该是不只有华人学生 ，Hello。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啊？窗户里面的学生给我打招呼。哎呀，完了，引起老師的注意了，待會兒，拜拜。我得趕緊走，免得學生引起一陣波動，然後引起老師的注意，影響他們學習就不好了。I will take you to.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Video okay? Okay. 哦。这邊遇到了一個非常好心的當地人，他說可以帶我去學校裡面看一下。China. So I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school. Okay. You English? A little. Yes. 他說他不是老師，但是他可以幫忙跟這個管理員說一下，讓我進去看一眼。Senhora, precisa de uma balada. Como se ensina, né? Ele não quer. O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Wow. Okay. I'm Chinese. Can I have a look? Now they study Chinese. Oh. No study Chinese. The students are from cafe school. Oh. But he say can visit the place. Oh, okay. He said that can do. visit the memories from China. Oh, there. Yes. Oka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bye. There is Chinese. 這邊有中文哦，韻時教室。就before this is Chinese school, but now no. 過去是中華學校，現在不是。所以呢，他們教室啊，還有一些中文，就是刻在上面的一些中文。但是現在就是他們當地人學習的一個地方，就還挺可惜的。中華文化出現了，這邊出現了斷層。But the Timor-Leste people is very kind,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Obrigada. I know obrigada. Yes, obrigada. Obrigada. Obrigado is man. About Obrigada is woman. the same. Obrigado means about thank you. Oh. Same of obrigada. Obrigado. 我刚才探訪那個就是地利中華學校，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那邊現在就是被本地人當做就是小學來上課，就是已經沒有在教中文了。然後呢，關帝廟呢，不知道是因為今天休息關着，還是關帝廟就關了。所以說，我覺得還是挺可惜的，就是老一輩華人啊，可能漸漸的消失在這片土地上。然後他們的語言啊也出現了一個斷層，就是從1975年就沒有辦法學習華文，一直到現在，就是有一代人他們完全都不懂得華文。他看着非常的，你說他不發達也好，你說他落後也好，你說他破也好，但是你沒有發現，在路上要錢的人或者是要飯的人、乞討的人都沒有。中午我們又來東方漢堡了。也是中國人開的一個餐廳，像這樣的中國餐廳啊，在它的東帝汶首都地裡非常多，基本上是新一代的華人過來開的。他們呢還保留着中國國籍，而且他們只是過來就是做個生意賺個錢。他們這家餐廳的老闆有時候晚上會在餐廳裡面，然後晚上過來吃飯的時候跟他聊天。大概差不多10年前左右的時間過來這裡的。然後他說他來這裡的時候啊，當時這裡還有維和部隊，因為在獨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啊，東帝汶的地理還是屬於比較亂的一個狀態。
就是有一点点內戰，有一点點內訌那種比較混亂的狀態。所以呢，當時呢，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啊就過來，在這個駐紮在這個地方，好像大概一直到2012年還是2013年，準確時間我已經記不得了。然後維和部隊呢撤出了這裡，然後現在呢在東帝汶啊是非常非常的安全。我在這裡的最開始的前面2個晚上，因為晚上沒有出租車，也沒有迷你巴士，我完全就是走着回去的，一共3公里的路，在晚上走着回去的，一點問題都沒有。這個就是6美元一份的快餐飯，說實話6美元有點心疼，但是呢，在國外能夠吃到中餐，就覺得還可以。牛肉偏硬，味道還不錯。一个很悲惨的事實是，在1975年到1999年之間，很多華人啊遭受迫害。而在印尼的東帝汶地利呢，有一個專門的華人的墓地，華人墳場，富貴貧賤壽滿安息共此場，王侯將相老來終歸同一路。富貴也好，貧窮也好，最後啊都是殊途同歸。進來啊，我們就發現了這個非常特別的一個墓碑，祈求永無戰爭，和平共建美麗新家園。這個墓碑就是為了紀念當時在迫害當中死去的人。在東帝汶民族獨立偉大事業中，東帝汶華人做出了重大貢獻，其中許多華人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們謹立此碑，深刻緬懷遇難同胞。在那戰火紛飛的歲月中，許多華人被迫忍痛拋棄家園，逃離戰火。他們以難民的身份得到澳洲政府的人道收容之後，在澳洲定居下來，重建家園，安居樂業。但是他們始終深深懷念在東帝汶戰亂期間不盡善生的同胞。2007年，有鄉親建議在東帝汶地利市立一座紀念碑，紀念遇難同胞，寄託哀思。2008年正式成立東帝汶戰爭遇難同胞紀念委員會。就是這個紀念碑啊，是當時逃到澳洲的東帝汶華人，在他們獨立以後又回來重新建了，就是來緬懷當時在獨立運動當中犧牲掉的同胞。上面還有幾個大字啊：一碑黃土埋白骨，3炷清香吊英魂。這些就是那些英雄的名字被刻在這裡，還有很多很多啊。看這邊有一個未知名士，還有很多是未知的。在這兒呢，我們也向英雄表示致敬。然後呢，我們看到這個墓園裡面的很多華人墓碑，新代的華人他是用德頓語，然後呢，就是過去的舊的老一輩的華人呢，他是用漢語來寫的。因為在東帝汶這裡97%是信仰天主教了。所以呢，有很大一部分華人啊，他後面會改信了天主教。遇難僑胞男女老幼之紀念碑，它這個紀念碑是紀念在2戰期間犧牲的華人。就是在2戰期間的時候，在1942年到1945年的時候，日本人也短期佔領過這裡，當時呢也特別多的華人犧牲了。這個墓碑呢是歷代華僑先人的一個墓碑，就是把前面所有的就是沒有單獨墓碑的一些華人，把它安放在這裡。我一點都不害怕墓地這個地方，因為我是一個無神論者。然後呢，墓地呢，會給我一種非常安寧，而且有一種就是後人思念的感覺。後面的墓碑呢，會有一點略舊也略小，這個應該是年代會比較久遠一點。這個墓園還是挺大的，這個是1959年。好早啊，是2022年去世的，就沒有中文了。好了，現在又回到我住的地方附近。我住的地方附近這裡啊，它是一條中國街，就是在這條街上，好多中國人過來開餐館做生意。愛瑪購物，這是一家中國超市。你看一下這個超市，裡面賣的大部分東西啊都是中國產品。我們看一下，是不是特別熟悉？這連海底撈都有呢。東北軟香米，這裡還有很多中國的飲料，營養快線、烏龍茶、上午奶茶，等等等等。中國的食材非常的多，這些蘑菇什麼的也是中國來的。現在地裡有太多的就是中國人過來做生意，
然後呢，就是大家都有一个中国味嘛，就是对于中国产品的那个需求呢就比较旺盛。另外，他们本地人有的时候也特別喜歡中國產品。我們來買一罐烏龍茶吧。好久沒喝茶了，特級茶葉水仙添加，水仙是福建的茶。這個超市一般是中國人買的多，還是本地人買的多？本地人更多。本地人更多，他們喜歡中國產品是嗎？我自己的話會做一些中國貨，來自西萬說中國的多。很多都是本地產品哦。那中國產品還是中國人買的比較多一點。但是中國的產品現在不好進來。嗯，對，它的成本比較高吧？你運進來。這沒關係，它這個國家的話也不會卡你。關稅卡得很嚴。哦。它其實真正的話稅制不高，它是卡你不讓你進，因為你一進的話，你可能的話跟本地的這些商品的話會存在有一些可能會這樣。哦。有一些，你看一下哪個國家進可樂的？這個國家進可樂，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啊，但是它就是要進可樂。進可樂。對，可樂就被它給一升3塊美金。哦，就是比較艱難運進來的。艱難，非常艱難。以前的話，那個4毛錢、5毛錢一罐的可樂的話，現在賣到1塊、1塊2毛。好，謝謝啊，謝謝老闆。我終於知道這個國家可樂為什麼這麼貴，太可怕了。China。他們這邊小孩就是單純的對你感興趣，然後很喜歡拍照那個合影。回歸主題，前面就是我住的一個酒店叫 JBC， 衛生條件吧一般般，但是老闆人特別好，還負責接送。然後旁邊是一個金海灣洗浴，大大的金海灣洗浴，然後下面就是一個英文，連當地語都沒有。在這條街上哦，你真的時不時就能聽到有人在講中國話，然後轉頭一看，哎，是個中國人。這個餅菜館今天關了。我來的時候是開着的，那個超市裡面賣的絕大部分也是中國產品。這個超市裡面也有賣好多中國產品。方圓十里中餐廳，旁邊還是一個什麼鞋子批發高老莊會所，一看就是很不正經的名字。開玩笑，朋友們。貴州牛肉粉，什麼林氏柴爾牛肉粉的店，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是一碗牛肉粉解決不了的。羊肉粉7塊，牛肉粉6塊。他是開了幾個月，然後我是剛過來2個月。你剛過來？是有別人在做的。前面有一家渣渣餐廳，也是中國人開的餐廳，貌似是做個烤肉的。為什麼現在那麼多中國人跑到這個地方來開店？我分析了一下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這裡的人工成本特別低。你想一下，他們這裡的服務員是110美元一個月。哇塞，這樣才700多人民幣一個月的工資。然後呢，這裡的原材料呢，其實也並沒有想象的那麼高。他們這個原材料的菜的一個費用啊，相對來講還是比較正常的。然後呢，他賣出的產品啊，你們也看到了，就是簡單的一碗粉啊，是6美元、7美元。所以啊，中國人特別聰明，哪裡有錢賺啊，就往哪裡擠。東帝汶華商總會也在這兒，難怪這裡這麼多中國人的東西呢。一姐餐廳早餐小炒、滷味、燒烤。哦，這裡是有賣一些燒烤。啊，燒烤。燒烤。中國燒烤。這中國是哪裡？我中國福建。福建。啊。你哪裡學的中文啊？我沒有學。你哪裡學的中文啊？這裡學的。真棒。這典型的是東北燒烤。好了，這條街咱們就先不逛了。總之這條街上呢特別多中國老闆開的店。現在呢有一個問題，就是我身上呢就當地錢啊，只剩下3美刀，然後呢剩下的就是100美元的大鈔。就我不想把100美元的大鈔今天晚上給破了，所以呢我就用這3美元今天晚上簡單的吃一點東西。但是你們知道啊，在中國街這個地盤啊，基本沒有便宜的東西。還有一個事情，你們看這個硬幣，他們現在的硬幣是長這個樣子的。但是你們知道嗎？這以前他們在1975年的時候，他們的硬幣上面是有中文的。他們這家老闆呢，也是幾個月前剛剛盤下這家店。這家店以前開了多久了？你知道嗎？開了2、3年了。哦，我先點一杯奶茶吧。我先喝一杯奶茶。這個錢帶入去，沒有國家會認吧？人家肯定沒有這個，你就放在口袋裡玩。放在口袋裡玩。今天是在東帝汶最後一天了，明天一大早的，我們就要坐車離開這裡了。你來這邊幾年了？我是16年來。
那你们請这些人就是比较划算，也比较低一点。哦，每个月。在东帝汶那边喝到了奶茶，让我找到了奶茶的感觉。可能国内的奶茶都偏健康，太健康了，没有放植脂末。这里的奶茶让我找到了好几年前喝奶茶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就是简单逛了一逛，看了一下当地华人的一个足迹。一个去了关帝庙，但是很可惜啊，没有办法进去。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去了那个华人的墓地。然后第三个呢，也去探访了一下他们的华人小学。这里就是来了很多新一代的一些中国人，就是他们过来做生意啊、赚钱啊，来了很多。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1975年到1999年之间，在这里印尼占领期间，有相当一部分的华人是死于针对性的迫害或者是暴力事件。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我正在環球旅行第18國東帝汶，明天呢我就要回到印尼繼續印尼的旅程，因為印尼有好幾個小島我還沒有去玩。有非常期待的就是從科莫多到龍目島的船速，如果有喜歡的朋友可以點收藏。我們下個視頻再見，拜拜。